3月31号，美国印太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海军日前在菲律宾海展开了实弹演习，其中一艘舷号为 CG-67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夏洛号发射了一枚标准2舰空导弹。值得指出的是，标准2舰空导弹是美海军的反导利器，可以在大气层外对各类导弹进行拦截。外界普遍认为，美海军在菲律宾海进行这样的试射行为非常罕见，是一种挑衅。3月29号，美国海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北卡罗来纳号离开珍珠港西卡姆联合基地执行常规部署任务。而对于任务细节及部署的位置，美国海军并未透露更多消息。北卡罗来纳号攻击核潜艇是第4艘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隶属于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第1潜艇中队，于2008年5月服役，其母港为珍珠港。它装备4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和12个战斧巡航导弹垂直发射管。据美国海军网站介绍，作为海军的新一代攻击核潜艇，北卡罗来纳号提高了隐身能力、先进的监视能力和特殊作战能力，能够满足海军的多任务要求，既具有传统的反舰和反潜作战能力，也能用战斧巡航导弹攻击岸上目标，还可以执行布雷、情报搜集、输送蛙人等任务。不过，在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发出驻外美军60天旅行禁令之后，美国海军继续搞实弹演习，又派核潜艇出海，会否引发类似罗斯福号航母的疫情，也引发外界的担忧。我们要看到埃斯珀当时下令的时候说的是暂停跨区之间的这种旅行和移动，那么他没有暂停operation， 也就是行动作战，所以呢，你像他的核潜艇这种出动的话，还是不受什么影响的。那么像核潜艇的话，虽然说它是一个密闭空间，是容易出现感染，但是呢，如果它进行了严格的这种检测，艇上的人员没有任何问题，那实际上核潜艇出行的话，它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太大危险。对于这次北卡罗来纳号的部署，深圳卫视特约评论员石红推测，一种可能是瞄准俄罗斯方向。从冷战时期以来，美军就频繁派遣核潜艇到俄罗斯的重要军港附近进行侦察，每艘核潜艇1对1盯住对手的战略潜艇，以便在战时能够进行摧毁。另一种可能是，美国已经把这种盯梢战术运用南海、东海方向。北卡罗来纳号核潜艇曾前往南海海域执行任务。据公开报道，2012年5月，北卡罗来纳号核潜艇就曾停靠在菲律宾的苏比克港。从美国海军的这个夏威夷出来这个核潜艇来说，那么它最有可能是到西太，它也可能是到北太平洋一带监视一下俄罗斯方向的一个情况。美国呢，在冷战时期，它就有一种战术呢，就叫盯梢，它用攻击型核潜艇呢去盯梢对方的一个战略核潜艇。也就是说，平常我1对1的盯梢，我把你死死的盯牢，那一旦在战时的时候，那么他就负责消灭他所跟踪的这艘战略核潜艇。因为在美国看来，战略核潜艇对他威胁是最大的。他到西太方面呢，主要是针对中国，甚至有可能呢是进入到南海，他进行这样相应的这种情报搜集，或者是对我方的一个核潜艇进行这方面的一个盯梢。这都是为了在一旦呢爆发冲突之后，或者是爆发战争之后，它能更有效的去对对方呢进行相应的这种打击。除了北卡罗来纳号核潜艇，美国海军和太平洋舰队近日发布了麦克坎贝尔号驱逐舰3月25号穿越台湾海峡的图片。同一天，美军一架 EP-3E 侦察机现身台湾岛西南海域。对于美军舰机的一系列挑衅性行动，在3月26号举行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大校表示，绝不允许外国势力打台湾牌，绝不容忍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和行径。解放军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一切分裂活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